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轩儿告诉萧炎，等古族的成人仪式完结后不久，天幕便会开启。原本以萧炎消族之人的条件可以进入其中，但古族中肯定会有长老从中作梗。坐在他们前面的芒天尺伸了个懒腰，让他们放心，到时候自己会帮萧炎说说好话。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古族的那些老家伙应该不会太过为难萧炎。不过萧炎想要进入天幕，最少要在修罗都统古妖的手上坚持100回合不败。萧炎握紧袖中的拳头，100回合，这并不是他需要的结果。一道古老的钟吟声响彻这片天际，3名衣冠严谨的古族长老进入广场中央，开始了古族的成人仪式。在古族中，只有经历了成人仪式，才能真正的成为族中的核心。广场上的3位古族长老按照名单，第一个念出了领权的名字。领权进入场中，手掌戳在他面前的星盘上，伴随着他双眼紧闭，星盘上猛地爆发出一阵强烈的光芒。见到徐徐浮现的6颗星辰，古族长老高声大喝：领权，黑眼军7统领，一心斗尊实力，6品血脉等级，经长老院协议，予以金色族纹。领权单膝跪地，一名古族长老手持金光毫笔，手臂舞出道道残影。很快，一个玄奥的符文出现在他的额头上。轩儿告诉萧炎，古族的血脉等级分为10层，1品最低，10品最高。一般来说，只有血脉等级达到4品以上才有资格参加仪式。至于金色族纹，乃是古族自远古传承而下，在危急关头能让古族人体内的血脉之力暂时暴涨，化险为夷。这种族纹分为银、金、紫金以及七彩金4个等级。萧炎原以为这个仪式只是一个形式而已，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好处。他笑着问：轩儿的血脉可达到了第10品？轩儿从上次闭关出来后便未曾再测试过，而第10品血脉又被号称神品血脉，古族已经1000年未曾出现过。轩儿觉得自己怕是还没达到那种程度，而七彩金的族纹，如今古族中仅仅只剩下被束之高阁的一道了。芒天尺偏过头告诉萧炎，按照古族的血脉等级计算，能够达到9品血脉的便拥有进入斗圣的潜力，神品血脉的话足以达到斗圣巅峰。不过已经好多年没有出现过神品血脉了。漫长的仪式走过，终于到了修罗都统古妖上场。8星斗尊的古妖血脉之力达到了8品，被授予古族的紫金族纹。族纹落成后，古妖便看向萧炎。挑战一般都是由下挑上，在古妖的认知中，该发出挑战的应该是萧炎。现在他给予萧炎挑战自己的机会，若是萧炎拒绝，他希望萧炎今日就离开古界。古妖的话音一落，全场的目光都落在了萧炎的身上。轩儿玉手紧握，忍不住站起身，斥责古妖对客人的要求太过过分。古妖紧盯着萧炎，正因为萧炎是客，他才给予萧炎挑战自己的资格。而只要萧炎说一个不字，这场比试便可略过。古族上午，若是萧炎拒绝了挑战，便会被所有人唾弃。这一刻，轩儿的心中满是自责。萧炎微笑着站起身，这场比试，萧炎代萧族接下了。他很清楚，进则战，退则辱，而如今的萧炎可战不可辱。萧炎安慰了一下身旁担心的薰儿，芒天尺也在一旁让萧炎多加小心，有情况的话他会出手相帮。萧炎既然是迦南学院的学生，自然也算他的半个弟子，芒天尺绝不会看着萧炎栽在古界之中。萧炎感谢过后，脚尖一点，便出现在古妖对面。古妖没想到萧炎竟然会应下这场比试，他相信萧炎应该知道自己为何找上他。萧炎直视古妖，缓缓说：我知道，但是没用。对于萧炎的回答，古妖并不意外。既然如此，便只有将萧炎杀了。随着他最后一个字音落下，这片天际猛然变得冰冷，古妖的身形也如同鬼魅般瞬间消失。萧炎清楚，今日他若是败在古妖手中，古族中不会有任何人支持他和薰儿，所以这一战绝不能败。他将体内的斗气毫无保留地暴涌而出，右手紧握，狠狠对着面前的空间轰了过去。初次交手，萧炎略微吃了个小亏。古妖在接下萧炎出其不意的3色火莲后，铺天盖地的斗气在这片天际汹涌咆哮。古妖身负斗帝血脉，所修尽是古族真传，等级更是远胜萧炎。他从不觉得萧炎这个衰败的萧族之子有资格和他争斗。他手持玄冰长枪，打定主意，今日要让萧炎看看
看什么叫做年轻一辈的巅峰。古瑶的万兽枪法的确很强，但萧炎凭借紫炎送给他的龙皇骨甲硬接下了这一招。随后他施展的大地钢炎让极寒属性的古妖出现了些许狼狈。将岩浆柱彻底打发后，古妖见萧炎施展出天阶功法吸纳能量，冷笑一声，也施展出古圣宝剑补充消耗。接下来他要让萧炎见识见识何为真正的古族天阶斗技。听到他的话，萧炎深吸一口气，手印一变，滔天的异火从他体内暴涌，随后4种异火分化成兽形之状。看到萧炎施展5轮离火法，席位上的天火尊者眼中涌现一抹火热。即便是在他的巅峰时期，也未曾真正的将5轮离火法的威力彻底展开。今天这足以和天阶斗技媲美的异火大阵，终于要彻底爆发出属于他的光彩。萧炎的4种异火一出现，场中无数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。药族的人顿时心生恶念，想要找机会抓住萧炎，抢夺他的异火和功法。其他人则是羡慕嫉妒恨居多。古瑶没想到萧炎身怀4种异火，但这还不够。伴随着他手印的结冻，一股滔天的寂灭气息弥漫而出。薰儿轻吸了一口气，他没想到古瑶为了赢，竟然施展出大寂灭术。一旁的芒天尺说，萧炎能逼得古瑶如此，已经算是赢了。即便此刻退下来，古族中人也没理由再说什么。但熟悉萧炎的小医仙很清楚，萧炎即便是拼得2败俱伤，也绝对不会退半步。此时萧炎的5轮离火阵也结好了，身处阵眼的他将5头火灵化为一个巨大的5色火盘。他举起火盘，让古妖接他一招试试。5色火盘划破天际直奔古妖时，古妖睁开眼睛，冷笑了一句萤火也敢与皓月争光后，缓缓伸出一根手指，对着虚空轻轻按了下去。他昂首于天地间，寂灭之下不存生机。古妖要让萧炎看看他如何破这异火大阵。望着远处的萧炎，他的心头杀意暴涌。他坚信只有萧炎死了，薰儿才会彻底收心。5色火盘和大寂灭指的碰撞太过厉害，古族的3位长老连忙凝聚出一个斗气光罩，但仅仅片刻，他们体内的斗气就开始告竭。古山让古千兄弟俩前去帮忙，才将光罩逐渐稳定。而萧炎的5色火盘也在大寂灭指的攻击下裂缝越来越多。眼看萧炎要顶不住了，小医仙等人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，斗气也都在体内运转，准备随时出手支援。薰儿眼中的金色火焰也骤然涌动，王天池也站了起来。就在他准备出手时，一旁的青灵说，萧炎少爷体内的斗气正在急速消失。王天池和薰儿一愣，仔细感应之后便猜到萧炎还有后手。天空上的5色火盘终于顶不住大寂灭指的威力，砰的一声爆裂。古瑶脸上涌现一抹冷笑，在他看来，萧炎此刻只有等着受死一条路。下方的薰儿也按耐不住，金色火焰从他体内涌出。薰儿刚想出手，却被一旁的芒天尺拦了下来，让他再等等。此时天空上的萧炎苍白的脸上没有丝毫惊慌，有的仅仅是一种如同野兽般的狠厉。眼看5色火盘彻底爆裂，古族之人都悄悄地松了口气，而萧炎的双眼却陡然睁大，迎向古妖巨大的黑指，大笑着说，古妖，你高兴得太早了一点。萧炎的掌心处，一枚巴掌大小的4色火莲悄然涌现，大寂灭指在接触到火莲的刹那，砰的一声化为漫天的黑色光电。萧炎仰天大笑，古妖算什么东西，也想取他的性命。说着，萧炎身形化为一道血芒，手中的4色火莲对着脸色呆滞的古妖而去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知道结局逆转了，萧炎胜了。眼看萧炎没有丝毫收手的打算，一道轻叹声响起，唉，萧炎，手下留情吧。伴随着这道声音响起，萧炎和他手中的火莲陡然凝固，原本极度狂暴的火莲能量也变得很是温顺。在空间凝固之时，一道身着白袍的苍老身影出现在萧炎面前。通玄长老一现身，半空中的古千几人连忙弯腰行礼。通玄长老接过萧炎手中那朵凝固的火莲，轻轻一捏，火莲便悄然破裂，没有引起半点波动。随后他将萧炎的禁锢解开，屈指一弹，一股柔和的能量将萧炎身体尽数包裹。萧炎身体表面的外伤瞬间尽数消失，他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古族中杀了古妖，立刻接下了通玄长老给的台阶。
通玄长老目光转向他身后紧握拳头的古妖，这场比试他已经输了。心高气傲的古妖很难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，但在通玄长老严厉的话语中，还是极其不甘地向萧炎认输了。比试已经结束，萧炎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返回了自己的席位。通玄长老将千疮百孔的广场恢复后，便宣布接下来的仪式由他来主持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